华为开卖具备 5G 网速的2款高阶手机，在中国引发疯抢，黄牛价甚至炒到数倍。苹果昨天发表 iPhone 15系列手机后 ，IDC 预测华为回归将直接冲击苹果在中国高阶手机市场的占有率。另外，前联储主席布拉德表示，按照当前的经济和通胀形势，美联储可能不会改变年内还有一次加息的预期，甚至需要进一步上调年底利率预期中值。最后，我们观察到孙正义说 AI 可能超越人类的智力，可以帮助战胜传染病等困扰全球的问题。有分析认为 ARM 上市一方面能够给软银提供更多的资金，这些钱可能会被用于在 AI 领域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帮助孙正义挽回近期因为投资失败而丢失的颜面。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华为9月抢在苹果发表新款 iPhone 手机之前，相继开卖 Mate 60、Mate X5 系列高阶手机，经实测具备 5G 网速，被誉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的一项技术。上市后遭到疯抢断货。据报道，华为率先开卖的 Mate 60系列手机，因为销售火爆超出预期，光是 Mate 60 Pro 和 Mate 60 Pro 加的出货量已上调至2000万只。一名华为高级经销商乐观预估，如果产能充足，Mate 60系列全球销量能达到5000万只。尽管华为采取严格防止黄牛炒作的措施，但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 Mate 60仍被加价人民币500至2000元，约新台币8800元不等转售。非直营店现货价也高出定价逾2000元。华为8日开始预售的 Mate X5 旗舰折叠手机，今天正式开卖。尽管起价12999元人民币，比 iPhone 15 Pro 顶规还贵，推出后仍遭秒杀。二手交易平台甚至有人喊价超过10万元，翻了数倍，被网友形容为今年最佳理财神器。相形之下，明晚8点开始在中国预售的 iPhone 15系列，目前最大电商平台京东自营旗舰店预约量超过150万只，与去年 iPhone 14的情况差不多。二手交易平台上也有大量 iPhone 15系列的代拍服务，叫价基本在200至500元之间。苹果昨天发表 iPhone 15系列后，瑞银证券最新报告指出，由于面临华为新机等竞争，将 iPhone 15系列新机出货量由8000至9000万只下调7800万只。高盛则将苹果目标股价从222美元调降至216美元。国际数据资讯公司 IDC 13日发表报告指出， iPhone 15虽然全面升级，但面临更大挑战。今年的 iPhone 15系列显然比去年的 iPhone 14系列更具吸引力，但由于过去几年中国国内安卓厂商依然坚持高端化发展方向，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供应链的深度合作，推出更多定制化和差异化的解决方案，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因此，苹果在中国高阶手机市场上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今年上半年，苹果在中国高阶手机市场仍占据绝对优势，市占率高达 67%。华为仅凭及 4G 产品依然位居第二，市占率 15.6%。随着华为的回归，预计将首先在高阶市场上向苹果发起冲击，等到华为新的晶片解决方案陆续在中低阶产品线上使用，才会对其他中国国内安卓厂商造成更大影响。IDC 中国高级分析师郭天祥表示，苹果依然具有较明显的优势，但随着华为的回归以及其他中国安卓厂商努力建立属于自己的高阶产品节奏和高阶品牌形象，苹果在中国高阶手机市场将会遭遇更大的挑战。周四，一位前美联储官员表示，鉴于美国经济出人意料的强劲，以及潜在通胀仍然强劲，美联储官员可能不得不上调加息预期。布拉德自2008年起担任圣路易斯联储主席，上个月卸任后出任普渡大学商学院院长。他不愿透露美联储可能需要将2023年年底利率预期中值上调多少，
以及政策制定者可能在什么时候进一步加息。但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济和通胀形势正史，美联储倾向于采取更多紧缩措施。布拉德近年来一直是美联储颇有影响力的鹰派官员，他主张大幅加息以遏制高通胀。这次讲话是在周三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报告显示持续的通胀压力后发表的。劳工部报告称，由于汽油价格上涨，总体 CPI 较去年同期上升 3.7%， 而剔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则从7月份的 4.7% 降至 4.3%。布拉德认为问题在于8月 CPI 月率高于7月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高于上个月的 0.2%， 总体 CPI 环比上涨 0.6%， 较7月的 0.2% 大幅上涨。他表示这种事态发展有点令人担忧，并补充说美联储官员希望通胀放缓而不是加速，而 CPI 数据表明通胀不会像他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快下降。布拉德表示这可能会改变人们对加息路径的看法，利率可能走向比预期更高的水平。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下周为期2天的政策会议结束时将基准隔夜利率维持在目前的 5.25% 到 5.50% 区间，届时政策制定者还将发布对经济增长、通胀、失业率和联邦基金利率的最新预测。关于美联储在年底前是否需要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更多行动，华尔街正展开激烈的争论，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官员们会取消、维持还是上调6月份做出的预测。上一次更新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今年将在7月末加息，25个基点的基础上再次加息。布拉德表示，促使美联储采取更多行动的不仅仅是通胀。他指出，许多政策制定者对今年经济活动疲软的预期尚未得到证实，因此他们需要上调增长预测。他表示，这些预测的调整可能不会改变官员的货币政策预期，还可能为更多加息行动打开大门。根据 CME Fed Watch 工具，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在9月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为 97%，11月不加息的可能性接近 61%。9月14日周四，在 ARM 上市之际，其母公司软银的孙正义表示，人工智能将能够帮助解决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问题，并有可能超越人类的智力。孙正义说，我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体验到比人类本身更聪明的东西。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超越伟大的时代。他称自己是人工智能的坚定信徒，并补充说 ARM 是人工智能革命的核心受益者。孙正义表示，自从他创办软银以来，他一直是芯片业的热心支持者。芯片技术推动了各种技术的发展。ARM 周四的 IPO 会结束近2年，美股缺乏大型科技股 IPO 的局面。从2022年初开始， IPO 市场与科技股一起陷入停滞。与此同时，美联储开始了4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轮加息周期。在 IPO 之后， ARM 大约 90% 的股份依然由软银控制。孙正义继续担任 ARM 董事会主席。孙正义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处理不当，人工智能确实会对人类构成一些威胁。他将其潜在的滥用比作超速或酒驾的危险。但他说，更积极的是，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战胜传染病等困扰全球的问题，或帮助减轻自然灾害以及帮助灾后重建。他说，社会应该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以保护人类，不过它的优点多于缺点，所以我想我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信徒。我乐观地认为人工智能将解决人类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软银于2017年以3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英国芯片设计公司，从那时起就将其视为其人工智能伟大愿景的核心，相信人工智能将让软银实现一个雄心壮志，统治全世界。有分析认为，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除了在孙正义的 AI 愿景中可能扮演的技术角色之外， ARM 还面临着2项截然不同的艰巨任务。第一个主要是财务方面的分析师越来越怀疑孙正义正在为一项未知的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大型交易做准备，这将有望重新定义软银，加上软银现有的现金和借款，这可能为孙正义提供超过650亿美元的交易资金。另一方面， ARM 的成功上市也会影响投资者的心理，无论孙正义的投资记录如何变化。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孙正义围绕着一系列极其成功的赌注。不过最近孙正义的投资并没有那么成功，投资者表示他需要一个更令人瞩目的举措来保持声誉。
如果在 IPO 后市场将 ARM 推向孙正义，似乎真正相信其价值的天价估值，那么光环将再度回到孙正义的头上，他可能会出售更多的 ARM 股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